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咱们先来看一下加密货币的行情啊。比特币日线8连跌了啊，目前呢在19000的边缘挣扎，有时候呢还会突破19000到18000啊。以太坊呢也挺惨，勉强在1000的边缘挣扎。那这个盘面是比较凶险的。现在有几个大事情啊，因为三箭资本爆雷了嘛，然后呢和三箭有借贷关系的很多资本三角债基本也都爆雷了，或者跟他有什么合作关系的啊都爆雷了，连环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机构风投们入场的风险也很高。为啥呢？因为机构现在都已经内卷了啊，机构之间互相爆雷。那散户们的信心就更别说了，散户们现在的购买力也是非常不足的，大家都不敢买，怕亏钱啊。正所谓买涨不买跌嘛。所以呢，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半死不活的。上期节目的末尾，面具人是怎么说的？接下来的行情仍然不乐观，大家最多就是投机，抓跌破位置，做点短线，只有这个办法能让我们赚点小钱。什么长线投资呀，价值投资呀，现在你最好都不要想，因为你并不能知道啊，下一次再加息会不会跌得更深，是不是？目前来看，大的涨幅是不可能有的了啊，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整个市场环境就是这样。这几天排名前100的加密货币，涨幅最多的也就是只有5-6个点而已，跌的话，大家都是跌得挺惨的。我刚才说到了机构之间互相内卷的事情了吧？啊，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一讲机构、项目方以及资产的概念。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仍然会给大家给出我对接下来几天行情的预判。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一些恶性政策呀、风险给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哦。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嘿嘿，你看我多好的，多大方的。那为了公平起见啊，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能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来讲正题啊，我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些机构项目方，他们为啥没有风险抵抗能力？外部的环境压力稍微一变大，他们就崩溃、崩盘、爆雷。为啥？为啥？好，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啊，资产，他们的抗压能力为什么非常的差？就是因为资产。那什么是资产呢？房子、车子、店铺、商品、原材料以及可以贸易的东西都算是资产。而币圈的项目方大多是没有资产的，或者是他们知道自己会有崩盘的那一天，而提前把自己的真正的资产，比如说三箭的老板朱苏就把房子买在了他自己孩子的名下，来避免被清算啊。他们自己名下是不留很多资产的，所以呢，这种纯粹的钱倒钱、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公司，只要外部环境一旦有压力，他们是没有任何资产可以用来冲抵压力的，反而呢，他们会因为过多的多头借贷、过多的三角债，这个利息的成本啊，会是螺旋上升的，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只要外部一加息，它绝对扛不住啊。人家有资产的人还可以说啊，我这个生意不做了，我直接变卖家财、卖产业、套现，抵抗压力，对吧？而币圈的项目方是没有办法卖自己的资产的。你说他有什么资产？币不值钱了，币大跌了，矿机也不值钱了啊！更何况有些土狗项目方，他的土狗币就更不值钱嘛，只是个数字而已，空气，他卖个鬼呀！
实际上他们都是没有资产，甚至是负资产的，因为那些钱都是借投资人的，所以呢，他们是没有风险抵抗能力的。实际上呢，从去年到今年啊，很多实体经济已经开始快速恢复了，增长的速度可谓是非常的快。根据国际联合组织的报告，全球的旅游餐饮业务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涨幅已经达到了4%啊，这是平均啊，有些涨得多的可能涨了10几、20几呢。因为疫情慢慢过去了啊，大家在家里面都憋得慌，都想出去下个馆子、旅个游之类的啊。那些旅游公司、实体资产公司，不也就是从疫情一直扛过来了，现在生意又好了啊，什么酒店呀、住宿呀、旅游呀，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能扛过来呢？因为人家有实体资产嘛，对吧？大不了我卖几间酒店，或者减少经营规模啊，这样我就能抵抗压力了。而不像币圈的这些项目方，他根本抵抗不了压力，利息稍微一变高啊，他的多头借贷就维持不住了啊，三角债就维持不住了。哦，对，刚才一说到币圈项目方的资产，哎，说到这儿可能就会有人说，哎，数字资产也算资产呀，对不对？对，各位观众，你能想到这儿，算是想到点子上了。比如电影、游戏、书本、版权、音乐，这些都是数字资产、虚拟资产或者是文化资产。But 这些资产的价值是建立在人们愿意买单和有庞大的受众基础之上的。比如一部好看的电影、好看的书，它就可以有千万、亿万的销量，而这些消费者买单的人，人家都是实打实的买啊，买了就不会卖的。买一本好书看完了还可以收藏。比如说游戏，一个人玩游戏啊，一玩就是好几年啊，你让他卖号他也舍不得卖，也是用来收藏的。而这些项目，人家一开始也都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啊。而且呢，你们不能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卖座的电影、卖座的书、卖座的音乐和游戏，也就是那么几个头部的，还有很多什么不知名的电影啊，很多小说家写的书啊，很多作者画的画，摆地摊的画画得很好，几十块钱就卖，几块钱都卖啊。还有那些音乐啊，民间音乐家自己做的好歌，确实好听，但是叫好不叫座，没人买。好多这些导演拍的电影没人看。一文不值，对不对？它的价值是体现在它的影响力、它的受众基础之上的。说白了就是流量。所以呢，你的虚拟资产、你的文化资产啊，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肯买单、肯锁死这部分钱的流量有多大。而币圈的项目，它不一样呀。币圈的项目和游戏和电影那种以消费为导向的完全不一样。币圈的项目它搞的是高息高利庞氏骗局，对吧？啊，你买100块钱，明天能变1000块钱；你买1000块钱，明天能变10万块钱啊！今天翻10倍，明天翻50倍，对吧？啊，3个月回5倍的本儿，就像 GMT 吹牛逼吹的一样啊！今天买了，明天儿子就能这个当富豪了，对不？啊，那你说这种资产它有什么价值锁定？是没有价值锁定的。大家买它来，无非就是想骗后面来的人，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东西也不具备资产属性啊。一旦这个泡泡吹不动了，这个资产就报废了。明白了没？所以呢，好玩、好看、有收藏价值的才叫资产。币圈的这些项目基本上都不具备这些属性。可是退一步，咱们再来想一下啊，币圈如果能出来这种让全球人都能轻松的在一起娱乐，玩起来呢代价又不高，甚至是免费的，哎，娱乐的可以娱乐，想要赚钱的呢也可以，但是它的这个赚钱一定是要比较传统的赚钱方式，比如说下注对决，或者是搞绝版收藏。下注对决那就是有人输有人赢，输的人把钱输出来，赢的人把钱拿走
那这个中间是没有泡沫的，最多呢平台抽一点手续费，对吧？或者是搞什么代练呀，搞什么绝版收藏呀，啊，又能玩又能收藏，还能装逼。再比如开通一些特殊功能，什么类似于 QQ 的黄钻、蓝钻呀、金银边框呀、高级皮肤呀、QQ 秀呀，就能让玩家炫耀装逼的东西啊，这些是很有未来前景的啊。这就等于说给大家搭建那么一个也能玩也能赚钱也能炫耀社交装逼的一个平台。大家还记得面具人我之前推的 War Cyndia 不？这段时间我没怎么提它，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方已经很负责了，他们的官方频道隔几天就会公布视频、发影片，展示他们的进度，展示他们的新的线下活动。项目方已经算很负责任了，你们看这些视频。目前呢，项目方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哥伦比亚的波哥达都已经举办了实体发布会，团队的成员也都是真人出场、真人亮相都是知根知底儿的。面具人我就问大家那些吹牛逼的说他多牛逼、多牛逼、多厉害的项目方，就像那个吹成华人之光的中国人最牛逼的项目 Stepen， 他敢不敢开实体会议？敢不敢？哼！怕不是 Stepen 一开实体会议就让仇家拿刀追着他砍吧，就让债主拿刀追着他砍吧。这些骗子项目方他们当然不敢了，对不对？其实这都不算啥，主要呢，面具人我是欣赏这个项目方是真正在做资产的。目前项目方的计划有游戏、小说、社交媒体和工会任务。对了，这个工会任务是重点。这个可厉害了，所有的 Cyndia 玩家的账户将免费升级为 Space 通行证，加入到工会系统里面。在工会系统里面，大家只需要完成每日的签到和分享任务，就能收获经验值。那这个经验值有什么用呢？2个用处，一个呢是可以参加工会天梯榜单，那就是你邀请的人越多，你的排名就会越靠前。第1名奖励3万 USDT 我算一下，将近是20万人民币这个奖励的力度可不小第2名奖励3000 USDT， 第3到10名奖励300 USDT， 总共算下来，这个项目方光这一个赛季的活动就能奖出去将近4万 U 吧差不多。我倒是没见过跑鞋项目方这么大气没见过哪个项目方还能让大家白嫖免费玩，还给大家奖钱的这是第1个活动。还有第2个活动呢，就是工会的幸运轮盘。那这个可牛了这个也是免费玩的，你只需要做每日签到任务和转发任务就能有经验值，等你有足够的经验值就可以开启幸运轮盘。这个轮盘里面包含了 Space Token， 就是它的平台币，还有 iPhone 14、记忆之尘和限定英雄瓦尔基里。后面这2个东西我还不太清楚不过呢，应该都是 NFT， 尤其是这个瓦尔基里的画看起来很高大上比市面上这一般的 NFT 的画工，包括这个技术含量，你明显一看这个东西画出来好高端呀那这个幸运转盘该怎么开启，该怎么获得呢？大家只需要做每日的任务就能免费获取了，而且呢，邀请好友还能拿双倍经验，获得更多的转盘机会说了这么多，面具人我感慨这个项目方最让我敬佩的是，他这次的更新 DLC 是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而且不带货，不卖任何商品，不卖任何东西。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传统理解上的，去看看其他的项目方强如比如什么跑鞋、Luna 之类的，只要是个币圈项目方，他们只要出新功能，什么 2.0 之类的，必然卖货割韭菜。可 Cyndia 不 ，Cyndia 没有它的这个工会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工会任务也是免费的，可以让大家把自己的闲暇时间转变为推广广告效应。你只需要没事的时候签个到，点点转发，推广一下反正也没事嘛，对吧？
把自己的休闲时间拿出来转变为一些价值，形成一定的推广效应，而且你自己也能通过这种简单的小任务推广之类的获得相应的奖励。这个环节是没有任何泡沫的，明白了没？因为价值已经在广告和推广宣传的过程中被充分的释放和稀释了，并不是说像什么虚拟挖矿呀、游戏挖矿那种只产不销。其实广告它本身就是一个燃烧的好平台、好渠道，对不对？而且呢，你通过转发任务、邀请任务，也可以迅速的积累人脉、积累人气，也给平台带来了强大的宣传效应，大家互利共赢，玩家们得到奖励，平台收获流量，有了流量以后，就有更大的广告效应和经济效应，而平台之后呢，还会推出更多的游戏和奖励，还有社交平台咱们这些玩家的影响力越大，平台给我们的奖励也就越多。当然了，平台之后还会推出很多好玩的功能、代币、NFT， 这些才能算真实的资产，并且是没有泡沫的因为它的这个功能就已经是一个价值的体现了。我就问你， Facebook 的广告值钱不？ YouTube 的广告值钱不？那各位，我再问你，现在区块链上面有没有什么大家互助社交的平台、娱乐游玩的平台、公会平台你不要给我扯什么 YGG他妈的，他群里面的人还没面具人我的会员群人多呢就是扯鸡巴蛋的玩意儿，完全一个洗钱平台，根本就没有做啥事儿。大家都听过 YGG 公会，各位，你有没有用过他的 YGG 公会的功能？有啥功能？没有，光靠吹牛逼，以讹传讹。而我们的 Cyndia 公会是完全有真实功能的，而且后期还会上线手机版，还会上线个人的自定义菜单、自定义皮肤，还有社交功能这些都是陆续会更新的，免费提供给大家，并不卖钱，并不割韭菜项目方贴钱去做，就是为了口碑，听懂了没？我摘取了部分现场活动的片段，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感受这份真实真诚。我相信这会给你带来其他项目从未有过的体验。Cyndia. I am here with all of the eager guests in Bogota, Colombia, in Casa Palma, in our launch of this metaverse as we share it with all of this amazing community. ¿Están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hoy? ¡Sí!
Colombia, what a magnificent place on this planet Earth. I will surely be back.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for Wars India in Latin Americ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Please stay tuned because next time we could be in your city.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virtually, and I also want to invite Ovillian to say some words because she did an amazing job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Bralo. And just a reminder, today our peace ends. See you on Battlefield, our warriors. Hope you have an amazing night. Rico y el tacaño, el verdugo y el lacayo beben todo sin reparo. Hey! 96，这份格局，来，你们纵观所有的币圈项目方，有几个人有？而且退一步来说啊，说回来了 ，Cynthia 这个项目方啊，真的很聪明啊，搞市场策划还是有一手的。他能明白，你从他做的事情上啊，你就能看出来，他是放长线钓大鱼，而且呢，他能明白给大家让利，并且是科学的让利，让大家互助共赢。可以迅速的形成庞大的市场影响力，而且大家要记住了，它这个模式一旦做起来了，那真的就是 Web3 的领头羊了。目前市面上还没它这么玩的啊！你看看其他的项目方，大家都只是在骗钱啊，吹牛逼画大饼，而 Cynthia 是真正的在搞商业模式啊，又不费你个啥事儿，哎，每天点一点发一发。然后呢，就能抽奖，抽到奖了以后都是值钱的玩意儿啊！而且呢，每次一抽奖，人会激动，人会上头，对吧？啊，那个心情澎湃的感觉，万一哎你中一台苹果手机呢，是不是？真正的生意就应该这样做，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去做啊！就算是累一点儿，难一些，但是你好好做，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对不对？一旦他成功了，我们这些早期玩家不也都跟着吃肉喝汤了，是吧？然后呢，你们看看现在急躁的币圈啊，很多人他不想做实事儿，包括咱们这些消费者、投资者啊，咱们也都是想要快钱，今天买，明天翻10倍，明天翻10倍，后天翻50倍啊，就像那个跑鞋 GMT 天天吹牛逼的一样。啊，所以呢，那种吹牛逼、画大饼、暴涨暴跌的土狗盘子，始终有生存空间，因为咱们这些 low 逼喜欢玩，喜欢受骗。哎，不过面具人我也是过来人了，冲土狗呢，实在是冲不动了，冲来冲去，最终自己还是亏钱，而且亏得挺惨。我算了一下啊，虽然有些项目啊我没有公开说，但是我自己啊私下也冲过一些土狗。我知道那些风险大，所以呢，我从来不在我的节目里面和群里面讲，我就是自己偷偷玩啊。我冲的土狗10个里面9个半，9.9个全都亏了啊。有几个能赚到钱的？各位，你来告诉我，你冲的这些项目，牛逼吹的一个比一个大，最终有几个让你赚到钱了啊？别说让你赚到钱了啊，有几个没让你亏钱啊？别说没让你亏钱了。有几个能让你的本钱还在？所以呢，想了一下，我还是玩 Cynthia 的这种，哎，真真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做生意的，人家是商人，人家是企业，我就投这个啊。什么项目方吹牛逼、匿名的骗子，算了吧，算了吧。老衲我年龄也大了，心脏也不好了，受不了这种急上急下的啊，每天活在这种担惊受怕里面的。也看不到项目方究竟是在干啥，连他们是谁在哪儿都不知道的，一切都是黑箱操作的这种，哎，太害怕了，太害怕了，不敢玩了啊！而且 Cynthia 它的这个价位也很合理呀，价位现在也没价位了。之前我说的那个宝箱起步是卖3块钱一个和6块钱一个啊，现在呢，官方已经结束销售了。剩下的宝箱只会在节日活动，比如说圣诞节呀、国际的节日呀、周年庆之类的拿出来再卖了。而且人家卖就是明码标价，100U 和50U一个，高级的100，低级的50。
你现在想买，不好意思，你有钱，人家也不卖了啊，就是这么的硬气。人家现在已经开启了下一阶段的活动了啊，所以呢，没有拿到这个优惠的，没有占到便宜的，以后呢，注意多多关注啊。接下来 Cindy 啊有活动，一定要早早的参加。不过他现在是没有什么消费活动了，这个月应该就是工会的免费游玩的活动啊，大家免费都能玩，哈哈，项目方的格局就在这儿啊。每天大家白嫖工会任务，还能领点小奖励，这算不算良心项目 ？OK， 工会功能啊，明天开放，很多白嫖党都有福音了，可以进来玩了。不过我记得这个工会系统免费开放的周期只有1个月啊，以后呢则必须要持有相关的 NFT 或者代币才能使用里面的功能了，而且它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所以呢，大家还是抓紧参加邀请活动吧。邀请人和被邀请人完成了工会任务以后，都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双倍经验卡啊。这个双倍经验卡说白了就是能让你多抽几次转盘。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加密货币的行情盘面啊。7月6号，美国美联储会有加息的消息公布。那结合目前已经跌了7、8天了，面具人我认为啊，比特币、以太坊有一定的概率会在5号左右出现一定的反弹拉盘啊。当然了，这种可能性也仅仅只是诱多啊，大家别当真，还是以投机操作为主。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抓跌破位做超短线。如果呢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参与我接下来的稳妥项目的早期布局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也可以继续的孤独的行走，参加那些什么啊今天冲明天冲，今天暴涨明天暴涨30倍50倍的。祝你好运，再见。